主体将近300克，发售价168，合金材质的主体加大地台，我都不敢想象2025年居然还能见到这个 IP 的玩具。当初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小伙伴，现在都有工资了吧？大家好，我是欧吉喵，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由魔动宇宙出品《洛洛历险记》系列第一款作品《猛兽族金铁兽》。先来看外包装，外盒在背部是一张漂亮的海报，在正面则是模型主体画稿和正版授权、品牌 logo 等相关字样，在侧面则是变形玩法展示。打开盒子过后为2层吸塑，第一层为模型主体和四肢、盾牌等零部件，2层中间加了一张说明书和初回特点，第2层吸塑是一些替换配件和地台。来看一下主体。主体虽然需要动手拼装一下，但是出于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模型成品加肩架有 15.5 厘米高，机器人状态下的重量为257克，尺寸还是相当庞大的。这边横向和其他模型进行一下对比，不知道比例方面和之后的作品会不会兼容。先来看一下漆面，模型在周身盾甲和四肢都使用到了金色涂装，质地较为均匀，目前没有出现明显的掉漆和漏涂的情况，开模锐度较为精细，主要体现在盾牌的猛兽族标志，浮雕的形式很细致，而盾牌内部也是有一定的细节刻画，在肩部的机甲造型和手部的武器也是塑造的相当不错。模型的眼睛采用到了透明件，使用配件中的后备隐藏能源，可以用来激活眼睛的灯光模式，灯光有常亮、闪烁和呼吸灯模式。同时模型还配备了嘴部替换件，可以体现出露出牙齿和常态2种外观。替换件可以收纳在头里，以免丢失。后备隐藏能源同时也可以激活特点中的能量水晶，磁铁靠近过后就会发生。关于第1份特点，之后会附赠一对枪火特效件，官方说正在调色阶段，在大货时会给到。模型的脚底使用到了金属零件，增加了接地性，同时在造型方面也刻画了繁体的中义2字，贴合金铁兽合金翼柱中义难消的独特标签。当然在关节的部分位置也存在POM键原色的情况，而不是托死啊。作为代工的视角来看，在这些零件上确实是不适合进行喷涂。首先是因为零件并不吃漆，肯定会掉，然后是因为平时把玩时会有刮蹭，所以采用这种方案也是迫不得已，同时也内置了齿轮关节，所以在稳固性方面应该是不用担心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可动性，其实这个 POM 镜它就是赛钢，所以它的坚固程度是很强的。先来看一下肩部，肩部在肩甲位置它有一个90度的可动，然后前后这边没问题，而且有一个很转。这1、2、3、4个盾牌它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它们4个是可以完全自由对调，你想怎么放怎么放。赛钢零件的话都会有这种的声音，所以它是没办法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手部有一个平举，然后前后，包括它的大臂是有个平状关节的，然后再到它的曲肘幅度还不错。手臂的位置它采用了一个双关节来卡住这个盾牌，大家可以看往外延伸展，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旋转，然后这儿的声音就好很多，平时可以擦点油进去，然后也是前后有一个基础可动，几乎和肩膀是差不多的。手爪子的地方它是非常顺滑的一个状态，你甚至可以把它转起来，然后每一个指节都可以进行合拢或者是张开，最大的限度往后的话大概在这个距离，然后往前的话就可以进行包拢。头部的位置它可以几乎360度旋转，所以你侧摆的一些小动作，歪头杀没问题，这个幅度还不错。然后腰部的一个可动，里面是有一个很轻的齿轮关节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到。包括它这儿的力度的话，拿着到这个位置，它不会有特别松散的情况出现。然后再到它的胯部这儿的腿关节有前，可以到这么高，几乎就是它可以360度旋转了。它的关节身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360度旋转的，然后侧踢可以到这么多，而且是个齿轮关节，听起来还不错，很舒服。再到它膝关节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当往前屈的时候可以屈到这么多，然后再往后拉回来，再到它的脚掌，然后是脚掌位置这里可以有一个前后，里面是有个滚轮的，这滚轮也是可以转的，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小推甲，然后再到真正的脚踝，左右的接地性表现还不错，并且有一个小小的垫脚关节啊，这个关节的力度甚至可以让它去做一些很特殊的动作。当然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机体除了原具之外的一些形象到底能做出哪些形态。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变形后的样子。模型通过简单变形即可从常规作战形态切换到球形战斗模式，这边变形过程就不进行演示了。
可以看到在变成球形态过后，还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通过增加盾甲的方式使一体性也更强，盾甲的周围采用到了透明零件，使零件显得更有质感。变形中唯一需要替换的位置是背上的盾牌，由菱形切换到了雨伞外观的背盾。背盾和盾甲在不使用时也可装载到地台的收纳架上，这里考虑的比较到位。一个猛兽族的旗帜，旗杆使用到了合金零件，旗帜也用到了真实布料还原，挺有创新的。最后总结一下，足够的分量，童年的情怀，合金材质，声光效果，变形机构和可动性都得到了还原，都快20年的 IP 了，居然得到了新生。期待下一款产品猛虎王的定价和整体素质，不知道魔动宇宙还能带来什么惊喜。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求3连关注，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们下期再见。